牛郎和织女竟然一起下凡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出木山在和小伙伴们科普星座的事儿，大雄不知道什么是星座，还以为他们在说正坐的姿势，他还兴冲冲地爬到桌子上去给大家演示。出木山告诉他，星座是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。很显然，大雄又被嘲笑了。他回家跟哆啦 A 梦哭诉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嘲笑大雄连牛郎和织女的故事都不知道。哆啦 A 梦都惊呆了，琪琪的故事那么有名，大雄居然都不知道。于是他给大雄讲了牛郎和织女的传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天上银河的河畔边，住着一位名叫织女的仙女。织女的父亲看到她到了适婚年龄，也不曾梳妆打扮，于是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住在银河对岸放牛的牛郎。但后来牛郎和织女每天只顾着玩乐，生气的父亲就把他们两个又分配到了银河的两岸，如果他们表现好，才允许他们每年见一次面。从那之后，每年7月7日就是牛郎和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。最后，哆啦 A 梦拿出了道具星座传说模拟器，帮助大雄学习星座的相关知识。他教大雄如何找出牛郎星和织女星，用模拟器对着天空一照，就出现了夏季的大三角，这是寻找夏季星座最明显的标记。其中最明亮的星星就是织女星，隔着银河对望的是牛郎星，另一个叫做天津四，位于天鹅座的尾羽部位。这个道具能把星座跟神话传说真实的映照在夜空中。按下蓝色按钮后，神话中的人物甚至出现在了家里。本以为神话传说的详细细节可以亲自问主人公了，但没想到牛郎和织女太例外了，大雄和哆啦 A 梦完全没能插得上嘴。哆啦 A 梦甚至捂住了大雄的眼睛，防止他过早接触这些少儿不宜的画面。看来现在根本没机会跟牛郎和织女说话。于是哆啦 A 梦按了红色按钮，两个神话人物就瞬间消失了。大雄有了这神器，就不用担心会被看清了。他打算明天邀请大家一起举办一场观星大会。晚上，一个天文学家在观星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奇异的爱心形的星星，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哆啦 A 梦也把大雄叫醒起来看星星。今晚的星星非常漂亮。哆啦 A 梦告诉大雄，明天很可能是阴天，举办不了观星大会，所以最好趁现在开始。但大半夜的大家都在睡觉呢，于是哆啦 A 梦拿出道具梦风铃，他们用这个道具把在睡梦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了后山，这里的星空非常漂亮，不过大家都还在梦游中，像木偶人一样，于是哆啦 A 梦只好把大家都叫醒了。小伙伴们睁开眼睛，看见美丽的星空，都惊呆了，简直就像星象仪一样漂亮。小夫还自带了超高级的天体望远镜。大雄想先秀一下操作，他要在用望远镜之前告诉大家夏季的代表星座。他快速找出了连出木山都要思考的天鹅座，并说还想找其他星座都可以包在他身上。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天空中天鹅跟大叔的脸交替闪烁着，大雄觉得可能是仪器坏掉了吧，但出木山说，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，天神宙斯为了接近他很欣赏的一位女性，变身成天鹅，这就是天鹅座，所以现在才会转化成这种让人容易理解的模样。又被出木山抢了风头，大雄立马点亮了下一个星座虎仙座。出木山又说出，这是成功完成12次艰难冒险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。这样下去，大雄就要被出木山比下去了。于是哆啦 A 梦拿出道具舌头，不同颜色的舌头有不同的功能，蓝色的是会成为称赞高手的称赞舌头，还有会变成吵架高手的。绿色的是博古通今的读书舌头，这个就很适合大雄，他立即带上了绿色舌头去跟出木山 battle。另一边胖虎还在10万个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个赫拉克勒斯是英雄却在倒立呢？大雄过去清了清嗓子说道，这关乎到一个诅咒。传说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与阿尔科莫涅之子，但是宙斯早已与女神赫拉结婚了，于是赫拉便对赫拉克勒斯下了诅咒，才会变成这副倒立的模样。大雄终于得到了静香的夸奖，扳回了一局。他还想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七夕传说，结果大家突然发现
织女星和牛郎星竟然粘在一起了。这是因为刚才哆啦 A 梦把他们送回去的时候，他们是粘在一起的，现在要把他们弄下来，再分开送上去才行。结果大雄一个不小心把所有的星座都弄下来了。哆啦 A 梦让大雄快点按红色按钮，把他们送回天上去，但仪器却被打坏了，这些星座聚集在一起，全部都乱了套，简直是群魔乱舞。哆啦 A 梦告诉大家，点脸后这些星座还不回去的话，以后天空上就都没有星星了。于是大家合力去抓捕星座们。哆啦 A 梦负责修理星座传说模拟器，小夫先行抓住了赫拉克勒斯和天蝎座，大雄抓住了缠着静香的天鹅座，大家干劲十足。更多的星座已经流窜到了小镇上，应酬回来的大雄爸被吓个半死，还以为活见鬼了。另一边，牛郎和织女坐在雕的背上遨游天空，他们到处撒狗粮，在河岸边谈恋爱的小情侣吓个不轻。巡逻的警察还以为这大雕是大型摆饰品，可随后雕就咬走了他的帽子，还好大雄及时把雕给回收了。大雄爸掉进水之后，他又碰见了牛郎和织女，这让他想起了当年跟妈妈谈恋爱的美好回忆。牛郎和织女立马凑过来听故事。出木山和静香在小镇上抓捕龙座，他拿起路边的金苹果装饰，告诉静香，守护龙座的龙就是看护金苹果的，因此用这个可以帮助抓到它。射手座想帮小夫和胖虎抓这条大白龙，可惜的是他已经没见了。幸好出木山及时把金苹果扔在了龙的眼前，龙看见金苹果就立马安详的睡了过去。胖虎成功抓捕了龙座，出木山告诉他们，龙座的龙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一直醒着不睡觉，所以才担任守护金苹果的任务。结果金苹果竟然在龙打瞌睡的瞬间被人抢走了。这时哆啦 A 梦终于修好了仪器赶了过来，大家也抓捕到了大部分的星座，只有牛郎和织女还没能成功回收。他们回到家中，发现爸爸把牛郎织女叫回来做客了，而且棘手的是，牛郎和织女拒绝回去，如果要回去，他们也要紧紧相依。哆啦 A 梦和大雄很难办，因为他们不可能改变星星的位置。这时大雄妈被吵醒过来，她十分生气，呵斥他们大晚上不睡觉。走了2步，又被大雄爸随地乱扔的袜子绊了一跤，大雄妈气炸了。大雄爸也不甘示弱，吐槽大雄妈经常拿他的钢笔用，每次用完也是随意乱丢。大雄妈很不服气，他们俩吵架就算了，还开始扔东西。牛郎和织女误以为吵架就代表着感情很好，他们俩也添乱吵了起来，痛痛快快吵了一架后，牛郎和织女终于打算回去了。他们觉得虽然1年只能见一次，但已经很幸福了。他们彼此心中有着持续的思念，一整年都有心酸和甜蜜的苦恼。最后，牛郎和织女祝福大雄爸妈永远幸福快乐。随后，他们就分开，各自回到了原位。大雄爸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2个古装员不是在玩变装秀。这个混乱的一天终于要过去了。大雄的7期愿望是希望和静香一起幸福。哆啦 A 梦想吃铜锣烧吃到饱，大雄问哆啦 A 梦心酸甜蜜的苦恼是什么。哆啦 A 梦说他现在还小，不懂这些。最后，大雄的爸妈遥望着牛郎织女星，他们互相道了歉之后又和好了。爸爸还主动要帮妈妈收拾弄乱的客厅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是什么星座呢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。